老师，你别拍我，你别拍我，没拍你，没拍你。我知道你干这行的哈。没拍你。那个，然后你看那个，就是我老爷子吧，以前有了一些就是那种玉，然后我这啥也不懂的，家里人也没有懂的，你看这能不能给方便有时间的话，你过这给搂一眼？你远不远这边？不远，我这跟厂附近的。有块布嘛，我稍微放一下，因为这个玉怕。行，这就行，这就行，这行。带回去，我看一下。前段时间吧，哎呀，这个就现在在自己手里留着吧，也不那个啥，然后就想的是，我到那个叫什么古玩店啊，看了，然后让人家给看了，然后人家收就给2万块钱。对呀。您这给看看吧，看看是行不行，怎么样？老爷子那时候是干什么工作的？专业玩这个的？哎呀，他就喜欢这个啊！今年啊，这个疫情闹的，这个家里这个经济状况不太行。老爷子绝对是好。咱也不懂这个呀，是吧？您这样，您开个价，我觉得能行的，我就烧着。3万是吧？您爱人或者是您妈妈这边，他到时候不会有意见吧？他们知道吗？知道哈。你不到时候我就是说我给拿走了，那时候这个不合适是吧？行，过去。对，好嘞。过去了哈。收到了啊。好嘞，谢谢。好嘞，那我就不多打扰了，那我先走了哈。好嘞，谢谢。好嘞。你慢点。那么又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玉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组成的一部分，季羡林曾经就说过啊，如果用一种物质贯穿整个中华文明的话，只有玉，因为我们在8000多年前就发现了啊，我们古人制作的玉，男女老少啊，无不爱玉。孔子说啊，玉无德，仁义智勇节，温润内敛，君子如玉。为什么古人有好多的玉佩？那第一呢，就是身份的象征；第二呢，你像这种玉坠的话，它攥在手里，人在紧张的时候啊，攥在手里有安全感。有人说呢，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其实往往就是如此。雕的一个什么呢？叫瓜瓞连绵，然后家族鼎盛，延绵不断之意。很多人问我啊，小哥，你玉是资料吗？古代的玉大多不说100%也差不多都是资料，因为古人那个时候还不具备开山的能力，所以说古玉大部分都是河里捡的。我们现在看资料的话，很多说带皮儿，其实有很多时候古人是不敲掉的，把皮儿都去了，所以说非常的好。那么这是明代的，那么明代的玉和清代的玉怎么区别呢？明代的玉的话，线条粗犷有力，简约而不简单；清代的呢更加繁缛明代的呢更加厚重各有各的美。那么到乾隆时期呢，到达鼎盛。那么这是一个明代，您看这是多大的一个资料的一个书法件，难能可贵啊。那么接着讲这一块，这是明代的一个白玉的，叫直莲童子那也是一个玉坠的手把件，非常难得这上边有这种沁和天然的柳这都正常的。咱们正常说人无完人，玉无无瑕。您看这个白这个感受，这个开脸，这种神态，它这种动态是现代人雕不出来的。现在都是机器工电动工具，古人是拿砣具一点一点砣出来。往往雕一块玉需要2-3年甚至更久，那真不是一般人的玩意儿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才能够拥有的。这个也是非常漂亮。这个上面写的您看啥？福如东海上边是2个龙，非常的漂亮。这种就是长命锁性质的，一般孩子或者是达官贵人佩戴之用光气特别的好。这是翡翠，这也是一个翡翠上边雕的，这边是和美美那就寓意和美如意这是也是长命锁性质的，一般都是给孩子或者做嫁妆等等，非常的漂亮。那这种都是满清时候的。再讲这个这个大家能看明白吗？我刚才说了，明代的怎么样呢？厚重简约而不简单，厚重简洁大气然后线条呢比较的犀利。葫芦，那葫芦的寓意大家都不言而喻了
葫芦有鱼啊，这个能看出来吗？皮儿还没完全去掉，能看出饲料的形状来。有很多如果这个皮儿打磨干净，你看不出是饲料的。你想想，就现在这样一块饲料啊，大概得多少钱？非常非常合适啊。那么这一个啊，大家可能很多都没见过哈，雕的龙头后边是一个八卦纹的。那这种啊，相对来说啊，就更为难得啊。这是一块黄玉的玉佩，这个晚清时候的，非常难得，真的非常难得，雕工啊也非常好，莹润度也非常好。黄玉来说的话，相对比较少。玉环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袈裟环，就是高僧绑这个衣服的这个衣角的这个袈裟环。这是一个小兽啊，兽嘛就代表长寿之意。那么这个形状叫什么呢？叫犀。那么在这个《诗经》里就有解释哈，说童子佩犀。其实这个犀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其实它是早先是具有功能性的一个意义，就是说解绳的。那么慢慢演变成呢，就是说就解开心结之意啊，有这个寓意在里边。还有呢，就是说帝王也是佩犀，犀很多人可能都不认识这个字啊，就是说他不管什么东西迎刃而解啊，变乱为治。你放到我们现在的寓意就是说，你看它像刀子形状吧，不管什么东西都是一路畅通的，带着它就是说路路亨通之意哈。那么这上面有这种三角几何的这种类似折带纹，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么大家看看这种简洁的线条就知道了，这是明代的，尤为难得，漂亮之极啊！今天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有些时候就是这样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一个大叔就是不让录像，我说那我只录东西了，咱尊重别人的隐私。我看是个什么宝贝。好家伙！哎呦，好家伙！大叔这东西不错呀。可是那时候不是一两事还得在夏天的时候，那时候我一看上面带着乾隆两字，这东西不孬。你也下乡吗？是吧？那时候，当时就是在全国，我那年龄都下乡。哦，你说的那个上山下乡？对，我以为咱是同行呢。哎，不是，那时候乡里过来政策，上下乡到内蒙就在老乡家。老乡那时候东西我一看，这东西这不是一般的。后来我就想法闹不是一两票把它买下来了。多少年，所以说我一直在放着。最近嘛，这个东西，我打听这个地方，那北京、上海但是他光看从这个视频看，说给我11万的，他叫我去，我不敢去，我不安全。我心也没底。到后来吧，我说我要把这件事让你。那叔，你这个你想卖多少钱呢？这个东西是老的，依然老，从工艺到整个制作过程，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这你别录了，行，咱聊聊啊，咱聊。到现在呢，我还是一直我内心的激动跟这个大叔交流了好久，终于拿下。上面看见的是锐手无比干净利落的雕工，而且呢，这个地方是个活活那这个工艺就叹为观止了。很多人可能连这个器型都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东西呢叫做弓，一个角一个光，有个成语叫觥筹交错，什么意思呢？就推杯换盏之意。而且下边写着大清乾隆仿古，在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命人做了很多仿古的这种艺术品。那时候这个古人都是非常坦诚的，我摹古就写上摹古，而不像现在不写摹古，直接写大清乾隆年制，其实是现在做的。那么这个弓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酒杯。它始传于商周时期，刚这个陶陶古人用纯手工，不知道得陶多久。做这个东西可能在那个时代需要好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做出来。底下呢又有大清乾隆摹古，就刚这个字体不是一般人能够拓出来的，因为那时候都是驼工非常的苍劲有力一看就是接近官制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个东西要不第一，它是乾隆时候命令制作的官头的一件龙形器。那么上面为什么有黑呢？
那么这个东西啊叫做提油啊。那这个工艺呢现在已经失传了。不是那时候就说乾隆也好，明代也好，你想想在那个时候这个级别，并不是说我们捕捉一块和平的养殖鱼，而是为什么呢？再早的都是青铜器，它用这种提油啊，色彩斑斓啊，犹如说啊遮云蔽日啊，有天的我感上面这种斑斑洒洒，其实就是为了表现青铜器的形式，又有玉器的这种高贵啊。你看上面这个树，这种干脆利落的感觉哈，包括这个活环啊，所以说这件东西啊，非常非常的难做，尺寸巨大啊，这一类的东西不是我们想见就能见得到的。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拿下什么级别的人物才能用这种级别的东西去喝酒，是不是？那么这件宝贝呢，可能颠覆大部分朋友啊对于玉器的认知了。我们平常的都是温润那种洁白的感觉，而这种玉器给人的感觉呢是苍老，给人一种神圣啊、肃穆这种沉稳的感觉，是其他的那种玉质所表现不出来的。这也是古人对于玉器的理解。我相信大家看了我这个视频以后啊，对于玉器有新的一种理解。那么玉对于我们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季羡林曾经说过哈，如果用一种物质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只有玉。那么孔子在2000多年前就说哈，玉有武德，仁义之有节，人玉不离身。那么对于我们啊俊男靓女来说，如果形容一个女人女士特别好，我们就说亭亭玉立。那么对于一个男士来说，我们就说玉树临风。所以玉啊就意味着男女老少无不爱玉。对于我们来说啊，可能是难以解开的情结。跟小哥啊学收藏长知识，记住这个东西叫做功。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的背后的故事，请关注，给我点赞。